Hello， 大家好。关于无人机，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中国最先进也是最新服役的飞翼隐身无人机攻击11，也畅想了一下未来的攻击20，而且也介绍过美国现役的全球鹰、捕食者和死神。当然，这些都属于上一代无人机，无法隐身。同时，还有美国的 X-7B 在航母上完成了很多技术验证后，因为各种缘故没能服役。而去年国庆大阅兵时，还有一款隐身无人机的亮相，引起了西方世界的紧张。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首款服役的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无侦8。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款同样具备科幻外形的高超音速无人侦察机。无侦8之所以能引起西方国家的紧张，主要是保密工作做得到位。它并不像攻击11那样经历过招摇的试飞和测试，利剑早已被外媒知晓。在国庆大阅兵之前，外界根本就不知道无侦8这一型号的存在，所以无侦8的亮相无异于一道闪电。从国庆阅兵的照片等比例推算，无侦8长约13米，翼展4.5米，全重近5吨。从外形来看，无侦8采用无尾三角翼布局，整体造型显得简洁干脆。这种布局显然非常适合超音速飞行。翼尖上折提供了可操控性，保证了机动能力。机身被漆成科幻的全黑色，且采用大量复合材料，全面应用翼身融合技术，且运用雷达吸波材料，隐身性能相当优秀，这样也极大提升了战场生存能力。无侦8头部尖锐，背部隆起成弧形，这都是新一代高超音速成波体飞行器的普遍特征。看得出来，无侦8的外形和东风17的弹头非常相似。当然，最让军迷们津津乐道的还有2大特点，一个就是发动机。我们注意，无侦8的尾部有2个并列式的小型喷口，而且机身前部有完全找不到进气口，这就意味着无侦8使用的将是液体火箭发动机。那为什么是液体而不是固体呢？之前介绍过它们的区别，液体相比固体有2个优势，一个是比冲高，另一个是需要反复点火。而无侦8的工作模式大概是这样的：发动机点火后主动工作，然后停机无动力滑翔，然后再重新点火，再次主动助推，而后再次关机滑翔，周而复始。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无侦8具有一定的主动机动能力，这样火箭液体发动机自然更为合适。而火箭发动机由于自带氧化剂，不需要吸取大量氧气即可工作，所以无侦8势必将在高度为20至100公里的临近空间飞行。这个地方飞机飞不上去，卫星又掉不下来，同时也是中国另一款高超音速飞行器东风17活跃的地带。这里空气稀薄，阻力很小，这样火箭推力可将无侦8推至最高5马赫滑翔，同时也确保了无侦8的最大航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这还只是无侦8自己的飞行距离，而不包括载具。载具这是什么意思？没错，虽然都飞行在临近空间，且均为成波体构造，但是无侦8并不像东风17那样是由陆基载具东风16导弹发射升空，再通过类似钱学森弹道在临近空间滑翔，而是采用另一种发射方式，那就是攻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注意到在无侦8的背上有2个挂钩，这就跟美国的 D-21 和长虹1号无人机颇为相似，但考虑到无侦8的尺寸和重量，就不能像以上2款一样可以挂在两翼来携带，而是要这个样子。没错，当前可以携带此种尺寸无人机的就是中国现役最大的轰炸机轰6系列，也刚好无侦8飞机没有设计机体垂尾，而是在机翼外缘各增加了一个上翘的小垂尾，这样刚好可以扣在轰6的机腹弹舱之下，看起来很像是量身定做。不过轰6在挂载无侦8时必须要拆掉弹舱的外门，所以再加上轰6的7000公里的航程，无侦8的作战半径将被进一步放大。而如果是可以空中加油的轰6N，那就更大了。据悉，无侦8已经奉命执行了2次重大的对敌侦察任务，一个是东部的某小岛，另一个则是东南某大岛。2次任务都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目标，并安全返回。所以，解放军对这款无人机的性能和作用表达了高度肯定。纵观世界，无侦8的出现毫无疑问鹤立鸡群，其他国家现役还真的没有一款同一级别的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世界高空侦察机的发展起步最早的当然是美国，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开发出一代又一代的高空侦察机，用以窥探苏联的秘密。为什么要造这种东西呢？不怕被捅下来吗？用卫星岂不更好？首先，那时候天上还没有那么多用于侦察的间谍卫星，要偷窥就只能自己飞过去看。
其次，那时苏联口径最大的130毫米高射炮只能用于射击2万米以下的空中目标，而战斗机最高升限也就1.5至1.8万米。所以，如果能开发出超过2万米的高空侦察机，那就只能让对手眼巴巴地看着你来去自由了。于是有了最早的美军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是由英国的堪培拉型轻型轰炸机加长机翼、更换发动机设计而来。当然，最经典的还要数后来的 U-2。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最新改进型 U-2R 仍在美军服役，但自家洗澡，其中他人偷窥，这种单向透明的不平衡状况被苏联的一款武器打破，那就是萨姆2。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飞入苏联境内的 U-2开始被萨姆2击落，其中还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鲍尔斯事件 ，U-2飞行员直接被生擒。苏联惹不起 U-2，便跑到中国境内撒野，执行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台湾的黑猫中队头上。最近台湾一直在炒作所谓共机扰台，何为扰台呢？不过是解放军军机进入到台湾所谓的防空识别区。注意，这跟领空可完全是两个概念，自己可以随便画。这不，台湾大笔一挥，都划到江西省了，胃口可真够大啊！这个所谓扰台，还真的有点自寻烦扰。这可跟台湾几十年前开着 U-2深入内地亲门踏户不可相提并论。解放军在引进萨姆2后，前后共击落了5架 U-2。U-2遇到萨姆2这个天敌，显然不是美国人想看到的。飞行员还经常被生擒，这不免面子挂不住。所以，高空无人机的研发时代到来，这就是后来的 BQM-34火锋和 D-21高空高速无人机。火锋无人机采用中单翼带尾翼的正常气动布局，进气口在飞机下颌处，航程大约为3600公里，续航速度为每小时800公里，持续续航时间最大为4.5小时。火锋也是全世界第一款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同时开创了空机携带并发射的先河。火锋由 DC-130型运输机携带，一次最多可以搭载4架，但最牛的是它的回收方式，竟然是用直升机采用吊钩回收。这种方式虽然酷炫，但成功率却不高。火锋曾经在5年时间内97次到访中国，其中有20架被我方击落。这是一架在我国执行侦察任务的火锋被击落后的照片。而后，中国通过研究被击落的火锋残骸，成功逆向仿制出了长虹1号。长虹1号无人机机长8.97米，翼展9.76米，最大投放重量为1.68吨，发动机为国产涡喷11发动机，续航速度为每小时800公里，最大航程250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为17500米。从数据上看，要略逊于美国的原装火锋，不过在无人机凤毛麟角的当时，也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图4轰炸机外挂长虹1号进行测试，这是运8外挂了2架长虹1号。与火锋的飞行高度只有1.8万米，所以生存能力极下。于是美国又研发了更为先进的 D-21。美国为了取代 U-2而研发了 SR-71黑鸟有人侦察机，然后在 SR-71的基础上开发了 MD-21母女机 Mother Daughter 21，而 D-21即女儿，也就是后来的无人侦察机。外形很像是 SR-71黑鸟的一台发动机，再装上机翼和尾翼，采用 S 型大三角翼，机头进气，并使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冲压发动机。D-21需在下方安装一具助推火箭，协助其达到冲压发动机所需的高度与速度后，再抛弃火箭执行任务，最大速度超过3马赫。D-21型无人机可以使用 B-52或者 SR-71作为载机。这是一架 B-52在机翼两侧各挂了一架 D-21，这是一架 SR-71黑鸟将 D-21装在了背上。但 D-21这个女儿从设计之初就决定了自己悲惨的命运。D-21每次执行任务，在拍摄完成目标影像后，会在指定地点空投装有胶卷的密封回收舱，无人机则在空中爆炸自我销毁。这种自杀式的一次性设计注定了该项目的短命。D-21一共执行了4次任务，其中还包括拍摄我国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情报搜集工作，但4次任务全部失败。最后一次1971年还失控坠毁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附近的原始森林中，成功被我国回收。2010年，这架 D-21还在中国航空博物馆正式公开展出。D-21的失败也让美国在高空高速无人机的研发上遇到了瓶颈。高昂的研发投入和极低的回收成功率明显不成比例。
而随着卫星的普及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对这种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的研发也停滞了下来，不再追求极高速度，转而研制全球鹰这种低速无人侦察机或者死神这样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美国停滞不前，其他国家也没有一个取得成功，而中国则默默进行着自己的无人机研发，直到无侦8的出现。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既然现在的卫星可以完成高空高速的侦察任务，那么中国还有必要发展无侦8这种无人侦察机吗？首先从作用上讲，侦察卫星当然可以取代高空高速无人机，对敌国境内进行拍照侦察，但一旦两个具有反导能力的大国开战，太空中的卫星则很难存活，一定会被打掉，这样双方进入一片漆黑。那么像无侦8这种高空高速并可隐身的无人机，可以临时充当卫星的角色，其战略价值就体现了出来。其次，无侦8拥有起落架，采用自行降落的方式回收，这样就达到了火风和D-21此前没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除了高空高速优势带来的超高军事价值外，技术瓶颈的突破也成为中国研制这种回收难度极高无人机的重要原因。当然，美国自然也不会让中国专美于前。据说洛马正在研制一款新型无人高超音速战略侦察机 SR-72， 将集无人驾驶、隐身、高超音速和高空侦察能力于一身，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并可轻易躲避大部分的防空导弹和拦截机，最大速度可达6马赫，是 SR-71的2倍。但从2006年开始启动，时至今日，一架原型机都不见踪影，依然停留在一张概念图纸上。中国无人机的发展同样延续着中国军工那种从预研、立项、设计、研发、定型、量产再到预研的模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也没有西方世界庞大的技术积累，有时尽管周期较长，但却步伐稳健，从不急功近利。犹如嫦娥工程一般，立项之初，包括日本、印度在内，无不雄心壮志，要完成载人登月。甚至在探月方面拥有巨大技术积累的美国，也表示要重返月球。但时至今日，随着嫦娥5号的成功返回，也只有中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着。相信此时此刻，没有人再会怀疑中国人的强国之梦。